最值得购买的 MacBook。剪视频就选 Mac， 剪视频就选 Mac， 媒体工作就选 Mac， 就选 Mac， 就选 Mac。Mac 的视频生产力天下无敌。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离开 Mac。但是 ，with its game-changing performance，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去年7月，我在上海 VW 用新买的 ZV-A1 拍下了近几百个 G 的 Vlog 素材。一般来说，我都会用家里这台拯救者台式机将它们批量压缩一遍，再多地备份。但是这一次，为了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活着大李子，所以用自己的 MacBook Pro 压缩了一遍，打算立即发出去。但是却因此发现了一个折磨了我近半年的问题：压缩后的画面碎掉了。那看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第一直觉就是是不是文件压太小了，码率太低了？但是事实上，我输出的是默认码率的 H.265。那默认码率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到苹果自己都觉得不会有问题的码率，甚至 B 站有些 4K 视频码率还只有3位数。于是我用另一台 Windows 笔记本用同样的码率导出了一遍。当我看到画面对比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反应跟我现在一样。Tim 曾说过好几次类似苹果的问题，但是他说的还只是在 H.264 的情况下有几率性出现，而我现在不仅 H.264 会出现，连 H.265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还是稳定性的出现。另外，某个知名果粉 Love Letter 还说 Tim 是因为达芬奇没有设置好参数就输出了。那我先不说是不是影视飓风的问题，那难道苹果自己预设也不专业吗？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的折腾之旅开始了。我首先找到一个用来比较画质的量化工具 VMAF。这是一个由 Netflix 开发的感知视频质量评估算法。那用人话来说，就是你可以把转码前后的视频丢进这个算法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计算出一个满分100分的画质得分。而它评分的一大特色就是，它不会按照视频的信息量或者说文件大小来给分，而是考虑上了人的真实主观感受，配合上机器学习来给出最终的分数，可以说是现在最靠谱的可以用来量化视频转码前后画面质量的东西。因此，无论你转码之后的视频文件有多大，如果画质出现问题，它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那现在这一比较可谓是坐实了这一切，79分比95分的差距，无论是我们用肉眼看还是量化看，都已经可以说明画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同时，更换了几个不同的素材进行测试之后，都有类似的情况，劣化程度各有不同。但是，为了避免机器个例的问题，我决定用上机海战术。那干就要干一波大的嘛。Mac 这边我东拼西借，准备了跨越 M1 到 M3 的4台机器，而 Windows 这边我直接给大家准备了整整8台机器，覆盖 Intel、AMD 跟英伟达3家的独显跟核显。那接下来给大家呈现的东西，间接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点个3连，来一起看看这全球首发的测试吧。测试方法很简单，所有机器均对这3个视频素材进行转码。Mac 用 Final Cut Pro 配套的转码工具 Compressor， 用默认的预设来导出 H.264 跟 H.265。Windows 端用 Adobe PR 配套的 Media Encoder 转码为相同的规格，码率都设置为20 Mbps。先看 H.265， 在导出速度上 ，RTX 4060最快，其次为 M1 Max。而 AMD 和 Intel 的核显还有非 Max 的 Apple Silicon 没有拉开太多的差距。在 VMAF 的画质评分上 ，Windows 端无论是哪家显卡，竟然都出奇的一致，获得了95分左右的分数。而 Mac 这边得分都在80分之间徘徊。那实际画面上 ，Mac 端全部都出现了这种像素化的现象，当画面变化大的时候，甚至会出现满屏的马赛克情况。而 Windows 阵营基本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画质，甚至动态模糊的部分都处理得很细腻。那再来看到 H.264 上面，那4060依然保持了第一，但是这一次 Ultra 5跟 M1 Max 并列第2了。而在 VMAF 的画质评分上 ，N 卡的 NVENC 来到了96分 ，Mac 的得分来到92分。所以现在看来，测试结论跟大多数非视频工作者对 Mac 的印象就出现了强烈的反差。苹果在导出 H.265 的视频下面，不仅画质会出现碎裂，质量远低于其他3家，而且编码速度也远低于英伟达，部分低于 Intel 的 Ultra 系列。H.264 的情况呢稍好一点，但是仍然落后，甚至编码支持上也落后于其他3家。
因为最新的 M3 芯片也仅支持 AV1 的解码，而不支持编码，那就意味着只能看视频，没有 AV1 上的生产能力了。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呢？如何才能够规避掉这个问题来正常工作呢？我根据出现的问题尝试一一列举出来可能的因素，比如说高光，或者说运动范围特别大的素材导致码率分配出现问题，还是 HDR 的格式支持不好，还是说遇到某个特定的规格，比如说帧数、色深、码率。那这个过程我愿称之为发现元素周期表，因为太花时间了。甚至在研究路上，我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神奇的现象，比如说 AMD 无论怎么修改编码预设，导出速度跟画质得分都一模一样，精确到小数点后面4位，那说明修改这个选项对 AMD 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 Mac 花12分钟用 CPU 软压X265的画质，还不如4060算8秒。比如在相同的低码率的时候，Windows 压出来的画面清晰度很均匀，但是 Mac 压出来的却会一闪一闪的。再比如说，在一些运动剧烈的素材上面，这些碎裂会凸显得更加明显，比如说这个脸甚至都糊成一片了。但是可惜的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几乎所有的视频规格跟相关的设置都试过之后，都没有找到共通点。于是我只能用上最古老的办法，就是查说明书了。苹果的使用手册一直都是很靠谱、详细的存在。我用画质、码率、编码等等关键词在 Final Cut Pro 的说明书里面查找，并且一个一个修改测试，但是都无一所获。但最后我却在 Compressor 的说明书中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设置：多通路。那用惯了 Final Cut Pro 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在导出 H264 的时候会有类似的设置，而 HEVC 就是 H265 是没有的。而这个选项在 Compressor 的 H265 中却重新出现了。于是我尝试性的打开它，给曾出现过的素材重新输出之后，惊喜的发现，所有的画质问题终于解决了，马赛克、锯齿、活掉人脸全都恢复了正常。最后我用开启多通路选项的设置下，再次整理了这个表格。VMAF 的差距拉近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只有 HDR 素材仍有几分的差距，但是导出时间相比于不开接近了翻倍。那对比到这里就实在有点绷不住了，会不会是苹果自己觉得自己的 H265 的编码速度差距实在太大了，导致默认导出单通路，来尽量拉近跟其他3家的差距，而多通路导出的画质其实才是大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导出速度呢就基本很难做到那么快了啊！当然这只是个不负责任玩笑而已啊，大家看个乐意，不要当真。那经过了这近1年的拖延症，我终于可以给大家一个结论了。M 系列 Mac 在导出 HEVC 素材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概率出现画面碎裂的问题。那如果你的素材是 HDR 60帧，或者说运动程度比较剧烈的素材，那劣化程度可能会加剧到无法接受的程度。那如果你想规避，就必须要导出到 Compressor， 打开多通路的开关。那如果你想100%来避免，或者说想要更高的导出速度，那我建议你直接导出 ProRes LTT42， 然后丢给 Windows 机器，再压制成 H264 或者 H265， 并尽量选择英伟达的独显。那这个画质问题现在才开始被发现呢，也算是说得通，因为大部分朋友呢最终还是导出 H264， 导出265的呢更多是像我这种想要更高压缩率，或者说必须要用 H265 编码的 HDR 的视频制作者。只是苹果一直引以为傲的 HDR 的视频制作工作流，竟然在这么重要的视频导出这一步留了这么大一个坑，只能说实在有点离谱了。当然，做这个视频目的并不是为了贬低 Mac， 只是希望 Mac 能够回到它本身应有的评价上面来。Mac 并不是什么视频领域的神，甚至还有各种严重问题。在我的心目中 ，Mac 跟 Windows 一直是五五开。Mac 的优点呢，在于 Final Cut Pro 下面非常流畅的剪辑，还有阅览体验，还有独家的色彩管理。而 Windows 的优点呢，则是非常可靠的画面质量，还有上限及格的编码速度。所以，对真正想要将钱花到刀刃上的，可以结合前人踩过的各种坑，再次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选择。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离练剪辑跟 HDR 流程的， Windows 的 PC 很多时候是更有性价比、上限更高的选择。那最后，如果大家想要复现或者说测试自己的素材的话呢，我准备好了所有的导出预设，包括文中的那个 VMAF 算法，做了一个比较方便使用的程序，并打了包，相比于从头部署，并且枪命令要快很多很多。啊，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的链接下载到。也非常感谢一直关注着我的朋友们，那我们下期再见。